星火计划绝不仅是顾氏在新能源领域的一次试水，它将彻底颠覆的行业格局。我们预计在下个季度。裴景修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他的这位红颜之女倒是先来砸场子了，有点意思。顾总，我求求你给我一条生路吧！这顾总平时在商场上雷厉风行的，私下里手段也够狠啊。这小姑娘看起来也就刚毕业，顾青和堂堂一个大总裁，跟个底层打工人过不去。快，切直播信号，标题就写豪门正霸凌底层少女，这波流量绝对爆炸！我去，刚进来，这是什么世纪大娃？这女总裁看着就一脸刻薄相，肯定没少欺负人。放开她，既然孟小姐今天特意挑了这么个好日子来演戏，那就给她个话筒。毕竟真相最不怕的就是聚光灯。这女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这时候她不是应该气急败坏的让保安把我拖走吗？顾总，我发誓，我跟裴总之间清清白白，我只是个靠薪水吃饭的普通助理。您不能因为个人的猜疑和嫉妒，就逼着裴总把我赶出公司啊！虽然我穷，但我们普通人也是有尊严的，您不能这样践踏我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雌竞？有本事管好自己老公啊！支持小姐维权，不要向恶势力低头。顾总长得再漂亮是个狠心人，抵制顾氏的新能源。豪门恩怨现场直播啊，太刺激了！顾总，您含着金汤匙出生，根本不懂我们这些底层女孩的苦。我拼了命的读书，熬了10几年才挤进大企业，只想凭自己的双手吃口饭。真是能只手遮天，这小姑娘太惨了。就是啊，打工人招谁惹谁了，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既然孟小姐非要讨个公道，那我今天就给你这个脸，一桩桩一件件说清楚。第一，我很清楚你和我的丈夫裴景修之间是清白的，至少还没发生关系。你只不过是极度享受那种游走在已婚男人底线边缘的暧昧罢了，比如在饭局上心安理得的让我丈夫替你剥螃蟹，深夜下班非要蹭我丈夫的专属座驾，再比如披着我丈夫的西装外套，招摇鼓势地出现在名流酒会上。我操，剥螃蟹，这还不算越界？老天爷，熏得我眼睛疼。至于你口口声声说我断你生路，你被裴氏扫地出门过2次，第一次开除你的是裴景修的母亲，因为她一眼就看穿了你那点上不得台面的小心机；第2次是裴老爷子亲自下的令，他认定你就是破坏裴家联姻的罪魁祸首。而我堂堂顾氏集团的总裁，每天过手的项目几十亿，你觉得我会闲到去干涉裴氏一个底层员工的去留？孟小姐，你想碰瓷也得找对门号码，跑我这里来哭坟，不觉得可笑吗？这都是你的借口！你明明就是嫉妒极凶对我好，是你暗中挑拨离间，才让裴家人那么对我。孟小姐，你今天这身行头，连我平时做个面部 SPA 的钱都不够，我图你什么？图你在裴氏起早贪黑当牛做马，还是图你1个月几千块的全勤奖？而我坐在顾氏掌权人的位置上呼风唤雨，你配让我嫉妒？顾总杀疯了，爽死我了！降维打击，这绿茶还不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？女王行为，姐姐独美，让那对渣男渣女锁死！你刚才标榜自己寒窗苦读，满脑子只想好好工作。既然你曾经是裴氏核心项目组的人，那我考考你，裴氏上个季度主打的新能源电池，最新的能量损耗比是多少？哑巴了，连自己公司最基础的业务数据都一问不知。孟小姐，你的努力工作怕是全都用来背诵裴景修的私人行程表了吧？你少在这里高高在上，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，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吗？如果我也有你这种背景，裴总爱的一定是我，而不是你这种只知道工作、毫无情趣的老女人。所以在孟小姐狭隘的认知里，女人的保质期就只有青春，底气只能靠杀势。孟小姐，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全盘接手了顾氏集团，并且用了3年时间，让顾氏的市值翻了整整10倍。就算我的青春逝去，我手里依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而你呢？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除了那点用来讨好男人的可笑手段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一具不再年轻的皮囊吗？你少拿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压我！你不过就是个吸血的资本家，仗着有钱为所欲为，疯狂压榨我们这些普通打工人，你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孟小姐，
请你放尊重点。顾总接管顾氏以来，不仅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，还成立了专项山区教育基金，资助了上万名贫困学子。我们顾氏员工的薪酬福利更是远超行业标准。你以为顾总像你一样，脑子里装的只有男人？退下。孟小姐，我的时间很贵，没空在这里看你撒泼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安保会请你出去。顾清河，你别嚣张！今天这场发布会可是全网直播，现在的网友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高高在上剥削人的资本家，他们一定会共情我这个弱者。你就等着被全网封杀，被网暴吧！孟小姐，看来你对弱者和舆论都有很深的误解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不如抬头看看大屏幕。顾总太飒了，这才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标杆。笑死我了，这绿茶还以为大家会同情她，她算哪门子打工人？小姑娘，时代变了，现在不流行白莲花那一套了。你这算盘打得我们在前排都听见响了。这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帮你说话？赶紧动这个姓孟的，从老板实现里面与绿茶沾边。这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帮你说话？事实胜于雄辩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顾总，请问您决定与裴景修先生结束婚姻关系，并且全面撤出与裴氏的商业合作，是不是全因为这位孟小姐的介入？他充其量只是一支催化剂罢了。至于真正的离婚内幕，清河，清河，你听我解释。孟瑶，谁让你跑到这儿来丢人现眼的？裴氏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！裴总，你快跟他们说，我们是一条心，对不对？顾清河他仗势欺人，他当着全网的面羞辱我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跟你清清白白，从前没有瓜葛，现在没有，以后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。好啊，裴景修，你现在装起清高来了。当初是谁纵容我做你的副驾？是谁故意带我出席晚宴去刺激顾清河？现在东窗事发了，你想把我一脚踢开？你算什么男人？你给我闭嘴！清河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知道悔改啊！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做梦！裴景修，当你试图用践踏我尊严的方式来满足你那可怜又自卑的掌控欲时，这段婚姻就已经被你亲手当送。清河，我发誓我跟孟瑶绝对没有越界，我带她去那种场合只是觉得你平时太强势了，想杀杀你的威风，让你能多依赖我一点，听话一点。为什么这么一点小摩擦，你就要直接判我死刑？我们以前明明那么般配，相处的那么好啊！我是你的妻子，更是独立的个体，在婚姻里我们是平等的。而你只想把我驯化成一只乖乖听话，用来衬托你大男子主义的金丝雀。我顾清河生来就是翱翔的鹰，绝不当附属品。我改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敢这样了。清寒，求求你！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你出局了。顾清寒，我都当着全网的面给你下跪了，我连男人的尊严都踩在脚底下了，你到底还想逼我怎么样啊？裴景修啊，裴景修，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，原来离开顾清河的扶持，你就是个摇尾乞怜的软骨头，废物！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戳到痛处了？你当初靠着顾清河上位，现在还不是跟我一样，被他像扔垃圾一样踢开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我让你闭嘴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们俩的狗咬狗表演完了吗？顾清河，你别太得意！你就算赢了这场发布会，赚再多的钱又能怎样？你这么强势刻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男人的真爱，你就是
就是个可怜虫。真爱，梦瑶，你把你人生所有的野心都耗在了讨好男人和跟其他女人竞争上。你对我恨之入骨，不是因为我针对了你，而是因为我的存在像一面照妖镜，把你那妄图不劳而获的无能和卑劣照得一清二楚。你最该恨的是你自己那颗只想走捷径的懦弱之心。我不需要你来高高在上的教训我。裴景修，尽快把离婚协议签了，这是我给你留的最后一块遮羞布。如果你还要继续纠缠，我不介意让整个裴家陪你一起在法庭和头条上丢人现眼。不，清寒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保安，把这群妨碍发布会秩序的人清理出去。清河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就一次机会啊，清河！顾清河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是裴老爷子给了我一笔钱，指使我来砸你的场子。他说只要把你搞得身败名裂，他们裴家就能重新把你死死打捏住。惊天大瓜！裴家豪门内斗实锤，裴老爷子竟暗中买通别人，企图在故事发布会上抹黑顾总，这绝对是本年度最劲爆的商业丑闻。抱歉，一点微不足道的插曲让各位看了笑话。现在垃圾已经清扫干净，让我们回归正题，有请故事首席技术官为大家揭晓星火计划的最新技术突破。顾总，发布会的反响空前热烈，不仅咱们公司的股价直接涨停，刚才还有好几家国际顶尖风投机构发来邮件，抢着要跟我们签深度合作协议。意料之中，把那些评估资料整理好放我桌上，去忙吧。是，顾总。反了天了！顾清河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分明是想把我们裴家往死路上逼呀！爸，您先消消气。现在公关部电话都被打爆了，全网都在声讨咱们裴家，说咱们为老不尊，暗中指使人去砸场子，连带着咱们好几个大项目都被迫停工了。你个没用的废物，给我闭嘴！你自己家里那点烂摊子都收拾不干净，连个低贱的女人都摆不平，惹出这么大的丑闻，裴家100年的颜面都让你丢到狗肚子里去了。爷爷，您现在骂我爸有什么用？当初要不是您非要耍手段，暗中安排孟瑶去发布会上演苦肉计，把咱们家那点见不得人的算计全抖露给媒体看，我跟清芳的关系何至于连最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被彻底堵死？你个逆孙，你是在教训我吗？我费尽心机，还不全是为了保住裴家的利益？爸，您别动怒，景修他也是急火攻心，不是故意顶撞您的。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混账东西！你们要是早点把事情处理干净，跟我透个底，我至于去利用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吗？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，你们居然还有脸把黑锅扣在我头上！爷爷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您那套早就过时了。顾清河的眼里从来就揉不得沙子，他如今大权在握，根本不可能再给您，更不可能再给我们裴家留半点翻身的机会。爸，现在追究谁的责任已经没意义了，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直接宣布破产吧？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，然后你亲自给顾清凡送过去。爷爷，我不能签，一旦签了，我和清河就真的毫无瓜葛了。裴景修，顾清河现在是顾氏的掌权人，他要捏死我们裴家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他已经铁了心要割死，你以为你死皮赖脸不放手，他就会回心转意？景修，你糊涂啊！现在把认错的姿态摆到最低，主动放手，是我们裴家保全最厚的一丝体面的唯一退路，快签吧！签了字，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为了裴氏集团的100年基业，你必须签！你们都出去吧，这份协议我亲自给他送去。爸，您亲自去，顾清河真的会就此收手吗？
沈姐，今天来参观你的画展，真是让我们大饱眼福。不过，我今天可不仅是来捧场的，还得给你报个天大的喜讯。市妇联那边的年度杰出女性公益代表名单下来了，咱们协会全票通过，推选了你。这怎么使得？我才加入协会没几天，平时也就教大家画几壁画，这名额太贵重了。沈姐，你这就太自谦了。这段时间你不仅免费教协会的姐妹们绘画，今天画展的收益也全捐给了妇女援助基金，还自掏腰包请了顶尖的家事律师来给大家做普法发讲座。这些实打实的善举，我们可都记在心里呢。就是说啊，我们几个早几年都拿过这牌匾了，今年这荣誉非你莫属。沈姐，这份殊荣不仅是给你个人的勋章，更是给咱们圈子里那些想要挣脱泥潭、独立自主的女人们的一座灯塔。你可千万别再推辞了。既然大家这么信得过我，我一定把这份公益事业做到底，绝不辜负姐妹们的期望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咱们裴家的资金链马上就断了，他倒好，还在外面搞什么抛头露面的作秀。蠢货，你懂什么？星火女性联盟，我已经让人查过底细了，你们猜牵头人是谁？是顾清河。清河？怎么会是他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爸，就算有顾清河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个猪脑子！那个联盟里全都是顶级的富太太，李家做跨国物流的媳妇儿，张夫人娘家开私人银行的，还有搞医美连锁店的王姐。这里头随便哪个人手指缝里露一点，都够填补咱们裴家的窟窿了。赶紧的，打电话让婉仪马上滚回来。她现在是核心人物，只要她开口，那些阔派派能不给面子？爷爷，别白费心机了。我妈她早就对这个家死心了，不会同意的。他敢吃裴家的喝裴家的，真当自己翅膀硬了？这么急着连环夺命扣叫我回来，裴家是破产了，还是有人要出殡？婉仪呀，你这嘴怎么这么不饶人？看看，这杂志上写的都是真的吧？哼，白纸黑字，难道还有假？婉仪呀，裴家现在可是到了悬崖边上了，你毕竟是裴家的长房媳妇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你看能不能跟清河还有你那些富太太姐妹们透个口风，让他们注资拉裴家一把？老爷子拉下脸求你，你还端上了，还不赶紧去给他们打电话？爸，这趟浑水我趟不了，也没打算趟。放肆！你生是裴家的人，死是裴家的鬼，树倒猢狲散的道理你不懂吗？清河跟景修早就领了离婚证，他现在是顾氏的掌权人，跟咱们裴家八竿子打不着。至于张夫人他们那些联盟阔太，精明得很，谁会拿真金白银来填裴家这个烂窟窿？我沈婉仪还没蠢到去当这个炮灰。你现在风光了，当了什么慈善联盟的代表？我告诉你，没有裴家在背后撑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裴家要是完了，你也得滚回来，继续做你的裴太太。裴太太，老爷子，您还真当这是什么皇亲国戚的头衔？这几十年受你们父子俩窝囊气的日子，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反胃。沈婉仪，你疯了是不是？顾清河那个女人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连自家人都咬？你别忘了自己姓什么。我叫沈婉仪，我姓沈，不姓裴。爸，裴家现在是个什么烂摊子，你们自己心里有数。想保住最后那点遮羞布，就别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春秋大梦了。养条狗还知道摇尾巴？你儿子婚姻涉猎，你冷眼旁观；现在裴家火烧眉毛了，你落井下石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清河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，他做的决定没人能改，更何况裴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你们咎由自取，清河不欠裴家一分一毫。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沈婉仪，你要是敢见死不救，明天我就把记者叫到你们那个破协会去，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看看，你这个光鲜亮丽的慈善代表，私底下是个连夫家死活都不顾的恶毒女人。
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见人！你们别欺人太甚。裴家现在什么光景你不知道，你不肯拉下脸去求人，就别怪我这把老骨头不顾体面。你以为你是顾清河那个狠女人，能把我们捏在手里玩？话说的对，你要是敢见死不救，我们就去你那个什么破协会拉横幅。我倒要看看，顶着这身腥臊，你以后在南城贵妇圈还怎么抬得起头？你们还要不要脸？爸，爷爷，够了！你们非要把裴家最后一点尊严也踩在脚底才甘心吗？别再逼妈了！你个逆子，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被外头那些人迷了心事，把青海气走，裴家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是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以前是个混蛋，只知道躲在家族和女人的羽翼下，所以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。从现在起，我净身出户，离开裴家。我要去挣属于我自己的体面，不靠裴家的残羹暗缸，更不靠吸前妻的血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踏出这个门，就别认我这个老子！好啊，我儿子总算是活出个人样了。你们要是敢去协会撒野，我就把裴家这些年做假账的烂摊子，连着你们在外头养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安撒事儿，全都捅给媒体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看看到时候谁先进去蹲着。反了！你敢威胁我？爸，你消消气，别慌。沈婉仪骨子里懦弱的很，她不是顾清河，借她10个胆子，她也不敢真毁了裴家。我想退会。几位老姐妹，我今天是来道别的。沈姐，好端端的退什么会啊？出什么变故了？是啊，沈姐，咱们姐妹一场，有什么难处你尽管开口。裴家那2个老不死的，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协会和青姨走得近，他们拿去协会闹事来要挟我，逼我出面求轻敌，还想让你们也跟着搭把手，给裴氏填窟窿。我没松口，我怕连累大家，干脆我走。慌！沈姐，你坐着别动。他们裴家算什么东西？真当咱们姐妹是泥捏的？他们敢来，我就敢让保安把他们打出去。没错，我娘家那边在几家主流媒体还说得上话。他们要是不怕身败名裂，尽管来闹。伯母，我来了。清河，你可算来了。裴家他们，我听说了。伯母，您不用忧心。裴家既然想要生机，那咱们就给他们一条路走。清河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裴氏虽然被那帮蠢货折腾得千疮百孔，但核心的底子还在。眼睁睁看着他破产确实可惜，与其让他烂在那些不成器的男人手里，不如……清河，你的意思是……伯母，这裴氏真正的掌权人，该由您来当了。哎呀，我这怎么行？我大半辈子都在家里，哪懂什么公司管理呀？规矩是人定的，不会咱们可以请人。我会把顾氏最顶尖的智囊团调给您，手把手帮您理清账目。况且王姐、李太太、张夫人，哪个不是您最坚实的后盾？就是啊，沈姐，你把裴氏大权攥在自己手里，以后咱们姐妹在南城商圈说话也硬气。伯母，您比裴家任何一个男人都配得上这份家业。好，为了咱们自己，这担子我接了。张总您好，这是我的履历，我对贵公司的行政总监一职非常有诚意。孟瑶，你就是那个在顾总的发布会上闹事的人。张总，那都是网上的恶意剪辑，我的业务能力您是清楚的。抱歉，我们这池子太浅，容不下您这条专咬主人的鳄鱼。下一位。您这话也太难听了吧！我是诚心来找工作的。你给上司当枪使，妄想插足裴总的婚姻，还敢在发布会上当众挑衅顾总，这事儿在南城商圈早就成了年度笑话。我们公司可不敢招一颗随时会爆的定时炸弹。那都是顾清河陷害我，是他仗势欺人。是不是陷害资本不关心？孟小姐，认清现实吧。你现在是整个南城商圈的黑名单榜首，别说我们这儿，就算你去扫倒街，都没人敢给你发工资。好走，不送。这已经是第7家了。顾清河，你够狠，竟然要绝了我在南城所有的活路。
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听说裴氏的资金链已经断了，顾氏表示愿意拉裴氏一把。我就说嘛，清河这孩子最重情义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裴家倒台？这笔救命钱一到，裴氏就有救了。老爷子别高兴得太早，我的钱可不是拿来做慈善的。想让顾氏兜底，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清河，只要能保住裴氏的招牌，别说一个条件，10个100个我都答应。我要裴氏80%的股权，全部过户到沈婉仪女士名下。从今往后，裴氏的最高决策人由她来做。80%，还要让这个女人当家？顾清河，你这是明火执仗的抢劫！裴先生，请您控制情绪，注意言辞。根据顾氏风投部的精准验算，没有我们这笔资金入账，裴氏撑不过3天就会面临强制破产清算。到那时候，您手里的股份连废纸都不如。沈婉仪，裴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这么大的盘子，就算我们捏着鼻子给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吞得下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你们这是要把我们裴家父子往绝路上逼呀！老爷子，商场上不谈感情，只谈利益。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签了这份文件，拿着剩下的分红安度晚年，要么就带着裴氏一起去跳楼，您自己选。爸，认清现实吧。裴氏在你们这群草包手里只会烂透，交给我，我能让他起死回生。二位若是舍不得放权，大可直接撕了。不过有我顾清河在，沈女士今天不仅能全身而退，以后你们裴家任何人，连她一根头发丝都别想碰。顾清河，你别太嚣张，这是我们裴家的家务事。好，我签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掌权人可以换，裴氏的招牌绝不能倒。那得看某些人配不配合了，毕竟我以前在这个家可是连大声喘气的资格都没有。沈婉仪，你反了天了！一个靠我养着的黄脸婆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！丢人现眼的畜生，给我闭嘴！爸，您宁愿把公司交给这个外人，再多说一个字，你就给我滚出裴家！沈董，恭喜！顾氏承诺的注资和顶尖运营团队，5分钟内就会接管裴氏的所有烂摊子。清河，谢谢你拉我跳出泥潭，是你让我知道，除了做裴家的附属品，我沈婉仪还能做回我自己。婉仪，裴氏100年的基业现在全压在你肩膀上了。记住，我可以死，但裴氏的根基绝对不能动摇。时代变了，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，腐朽的裴氏也该做出改变了。你想怎么变？裴氏每年净利润的50%将无条件注入破晓女性发展基金会，用于公益事业。我要让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身处暗夜的女性，都有掀桌子的底气。50%的股权，沈婉仪，你脑子进水了？那是我裴家打下的江山，你别想带走。裴家的江山，如今这江山得听我的规矩。你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现在全面冻结裴承洲一切职务津贴，给他办一张附属卡，每个月限额1万，留着给他买菜交水电费。是。沈婉仪，你反了天了！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卷铺盖滚出裴家大门？赶我走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把那些女人带到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你真当我是裴家养的一个保姆，是个没有脾气的摆设吗？现在这裴家上下，我才是真正的掌权人，想摆脱我，行啊！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字了，是净身出户还是低头认命，你自己选。你这个疯女人！承洲，闹够了没有？为了裴家的颜面，你以后就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以前你做的那些恶心事，我全当看了成笑话。现在你再惹是生非，我让你连那1万块的生活费都拿不到。沈婉仪，算你狠！清河，还是你看得透彻。女人这辈子
绝不能只做攀附男人的菟丝花。我也终于能堂堂正正做回我自己了。女人从来都不该是婚姻里被驯化的猎物。您的反击足够给全天下在婚姻里受尽委屈的女人上最好的一课。沈董、顾总，各部门负责人已经在会议室等候了。把墙上裴氏历代男主人的画像全部给我摘下来，换上公司近10年的核心价值观和女性公益项目成果。沈董，这可是裴家100年的惯例，老爷子要是知道了，惯例如果是错的，那就从今天开始改。裴氏是做企业的，不是给他们裴家男人建的祠堂。伯母，这第一步立威很漂亮。沈董，您在家里浇浇花、喝喝下午茶就算了，刚接手公司就大动干戈，撤换老人、冻结开支，您懂什么是企业管理吗？您这是想把裴氏10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！我不懂管理。张副总，你去年在南城湾项目中利用空壳公司挪用项目款3000万，给你小情人在海外买房，你就是这么管的？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每一笔流水，每一份签字清清楚楚。现在你立刻签了主动辞职书，把钱吐出来，要不然我把这些材料移交经查。裴氏不是某个人的私产，更不是你们藏污纳垢的提款机。愿意留下的遵守新规，想混日子的大门敞开，我不留垃圾。顾氏集团的财务、运营、法务3组顶尖团队，今天下午就会正式入驻裴氏，协助沈董在3个月内完成合规整改。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使绊子，就是与我顾清河与整个顾氏为敌。爸，沈婉仪这个疯女人，她不仅把公司老陈全赶跑了，还把我的卡停了。我今天去会所，连单都买不了，我要去公司找她算账。你就知道闹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堂堂裴家长子，他现在每个月只给我发1万块的生活费。你给我忍着！现在顾清河那个死丫头在背后给他撑腰，顾氏的团队也进了场，你去闹，只会让裴氏彻底脱离我们的掌控。难道就这么把公司拱手让给一个黄脸婆？沈婉仪没做过企业，撑不了多久。等她把公司搞得一团糟，董事会那帮老狐狸自然会逼她下台。到时候我们再名正言顺的把权力夺回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高高在上，我却要躲在这种老鼠洞里？顾清河，你毁了我的豪门梦，我也绝不让你好过。狗哥，是我有顾清河的独家黑料，他是怎么逼走裴锦绣，怎么联合婆婆吞并裴氏的，我全都知道。梦瑶，你现在可是过街老鼠，你的料网友买账吗？我是唯一的当事人，只要我站出来以死相逼，说他仗势欺人，打压我们普通打工人，那些不明真相的网民一定会把他撕碎。我要50万，外加帮我安排一场全网直播的发布会。有点意思，只要你能把水搅浑，发布会我给你办。快看，那就是顾氏的顾清好吧？长得人模人样的，心肠怎么那么歹毒啊？听说他仗着资本一手遮天，不仅把前夫逼得净身出户，还把人家公司底层无辜的小姑娘往死里逼。顾总，出大事了！
是梦瑶，她找了无良媒体，现在正在开全网直播发布会，疯狂带节奏，说您仗势欺人，把她逼上了绝路。现在全网都在抵制咱们故事，网暴您。家人们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只是个从小城市出来，无依无靠的普通打工人，10年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工作。可顾清河呢？他生在罗马，仗着自己是豪门阔太公司总裁就只手遮天。就因为我工作太努力，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他就嫉妒我，动用所有资本力量，全行业封杀我。他一句话就断了我的生路，甚至还找人威胁我的人身安全。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天哪，手腕上都是伤！心疼瑶瑶，抵制无良资本，顾清河滚出来道歉！这笔钱我上面是谁的？我看他是嫌自己凉得不够透，想再借我的光炒作最后一把。他简直是颠倒黑白！顾总，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律师函了，要立刻压热搜吗？压什么？撤热搜多没意思。您的意思是让他跳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通知公关部收集所有造谣证据，被诉。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一定会坚强的活下去。既然大家这么心疼我，为了感谢大家，我今天特意去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。这款我平时用的平价水乳，原价200多，今天在我直播间只要9块9。上链接！太恶心了！卖惨就是为了带货圈钱！大家快去看看顾氏集团的官方通报，录音都爆出来了，50万造谣费拿着烫手吗？你这劣迹骗子！孟瑶，你个蠢货！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顾氏法务部的律师函已经发过来了，正式起诉我们恶意造谣，索赔200万，200万啊！这钱你自己想办法赔吧，老子被你害惨了。200万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把我卖了也赔不起这么多钱。房东阿姨，求求您再宽限几天吧。宽限？你这种女人，倒贴给我钱我都不租，网上都传遍了，还敢在发布会上碰瓷人家大总裁！我这清清白白的房子可不能沾了你的晦气，赶紧滚！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我只是想找份工作，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，连我租的房子都要让人收走？你被房东赶出来，是因为你自己的丑事全网皆知，与我何干？如果你不在背后施压，谁敢这么对我？顾清河，你高高在上，为什么要为难我一个普通人？逼死你！你落得今天这个地步，难道不是因为你贪得无厌、咎由自取吗？发布会上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就是你仗势欺人，买水军黑我！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身败名裂？大家快来看啊！堂堂大总裁要把我逼上绝路了！说完了吗？哎，等等，这女的怎么这么眼熟？她不就是前几天网上那个在发布会上被锤爆的人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想上位，结果被人家郑母当场揭穿，现在还敢来碰瓷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刚才我还真以为他受欺负了，原来是个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。大家快拍下来，让网友们看看他的真面目。不要拍，梦瑶，你们这样！别拍了，你们别拍了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星火计划第1阶段外贸合作订单已经突破50亿，但这只是初步起步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在这片区域，这里和这3条合作战线同步推进。这片区域市场由我亲自牵头跟进运营。顾总，3条战线同时推进，资金链压力会不会太大了？资金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破晓女性基金会那边，沈董会牵头组织一个女性企业家投资联盟，首期注资20亿。这可是及时雨！我要的是顾氏成为全球新能源领域的标杆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喝汤。小刘，服务器的防火墙再检查一遍，明天客户要来测试，
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裴哥放心，我已经测了3轮了。裴哥，这是您要的美式，没加糖。以前我喝咖啡都是助理现磨的蓝山，现在能有一杯美式就不错了。青羽，你大概想不到吧？我这个被你踩进泥潭里的废物，现在也在拼命往上爬。不是为了证明给你看，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有救。顾总，这是下面刚递上来的新能源软件配套竞标名单，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，裴景修。他现在自己注册了一家小科技公司，专门做新能源的配套软件，看起来是想在这次竞标里分一杯羹。这件事不用刻意关注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可是顾总，他接的那个项目正好和咱们的一个子业务有重叠，商场上公平竞争，我不屑用下作手段。他能抢走订单，那是他的本事，但他要是敢用裴家的资源搞小动作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明白？走吧，下午还要去沈董那边开联盟筹备会。今天把姐妹们叫来，是有个大事要宣布。破晓女性基金会将正式成立他时代投资联盟。这个计划的雏形是清河提出来的，我想请清河来给大家讲讲。各位都是商界的精英，应该很清楚，这个世界有没有普通女孩的活路？我的回答是，活路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，是我们自己趟出来的。我们成立这个联盟，不是做慈善，而是做最精准的价值投资。我们要用真金白银告诉所有人，女性的智慧、韧性和领导力值得被市场最高估价。我们不仅要自己站在山巅，更要为那些正在向上攀爬的女性递上一根绳索。清河说的太好了，我早就受够了那些男老板轻视的眼神，这事儿我举双手赞成，我出2个亿。我跟王姐一样，2个亿，咱们女人就要帮女人。我出3个亿，反正那些钱放在银行也是发霉，不如拿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。跟着顾总投资，我放心。送我一个，我出1个亿。女人不该只做男人的附庸，我们的力量远比想象中强大。沈董太客气了，真正站起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。今天是我们重新定义商界规则的第一步。那就祝我们的联盟旗开得胜！旗开得胜！宝贝女儿，快来，今天爸爸亲自下厨，做了你最爱吃的蒜蓉粉丝蒸扇贝。爸，您这手艺越来越好了，公司的事儿再忙也不能把身体搞垮了。清寒，爸听说你要亲自带队，那边人生地不熟的，让你张叔去吧，你在总部坐镇就行。爸，这次的市场是星火计划的关键，我必须亲自去。我是顾氏的掌舵人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这点风险都担不起，还做什么全球化？好，我顾振华的女儿就是有魄力。来，爸爸祝你旗开得胜。顾总，欢迎您来到我们国家，酒店已经安排好了，车在外面等您。先去工业园区，我要实地看场。可是顾总，您刚下飞机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时间就是金钱，走吧。顾总，这块地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新能源产业园区，水电配套设施齐全，交通便利，绝对是您投资建厂的最佳选择。那边的排水系统不符合我们的环保标准，必须全部改造。这个改造费用可能比较高。环保是底线，没得商量。如果你们做不到，
我可以去邻国看看。能做到，能做到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顾总，裴景修那边也派人来东南亚考察了，目标和我们高度重合。有点意思，那就各凭本事吧。这么巧，这家餐厅的红酒不错，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这个产区的年份。裴总记性真好，可惜我现在只喝冰美散提神。裴总如果是来叙旧的，大可不必；如果是为了新能源项目，那我只能说故事势在必得。清河，我们非要像现在这样剑弩张吗？这个项目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让给你，只要你愿意。让？裴景修，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？故事靠的是硬实力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，尤其是前夫的。清河，我知道以前是我混蛋，仗着你的喜欢肆无忌惮。我现在已经脱离了裴家，在南城自己创业。我来见你不是为了抢生意，我只是想向你证明，哪怕不告裴家的光环，我也有资格重新站在你身边，把你追回来。证明？裴景修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你看到我的改变，我是真的想你当高高在上的裴家大少爷也好，去南城白手起家也罢，那是你的事。我既不是你的考官，也不想当你的观众，不需要看你的成绩单。清河，难道我们之间就真的连一点重新开始的机会都没了吗？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你现在的改变和证明，对我来说只觉得多余。伯母今天特意过来，不只是为了喝茶吧？清河，景修他最近在南长科技园那边搞了个小公司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怎么？你想让我帮衬他？我是想说，他最近变了很多，不靠家里的钱，不靠裴家的资源，起早贪黑的干，瘦了20斤，但精神头比以前好多了。那是他的事，跟我无关。我知道你不待见他，我也不勉强你，我只是作为一个母亲，看到儿子终于像个人样了，心里有点感慨。伯母，我尊重您作为母亲的心情，但我和裴景蜀之间已经画上句号了。他变好了，我替他高兴，但这不代表我会回头。我明白，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真的放下了。放下不是原谅，是不再在意。他现在过得好坏跟我没关系。是景秋没福气，弄丢了你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以后就算做不成婆媳，伯母也拿你当半个女儿看，有空多来陪陪我。谢谢伯母，您放心，就算离了婚，你也永远是我的长辈。清河，以前的我配不上你，现在的我可能也配不上，但至少我在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犯了就是犯了，有些路走了就不能回头。我不求你能原谅我，只希望你过得好。顾总，海外新能源分销项目的合作方代表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这个项目是顾氏接下来的重点，只要方案足够好，英雄不问出身。走吧，去见见这位负责人。裴思妍，顾总，好久不见。我现在是这次新能源项目的合作方代表。看来你真的把我的话听进去了，靠自己站起来了。当年您在办公室骂醒了我，让我明白男人的尊严不是靠讨好别人，而是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。这份方案是我给顾氏的诚意，我只要一次公平合作的机会。方案做得很漂亮，裴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接下来有领本届峰会的特邀嘉宾，年度杰出女性企业家的顾氏集团总裁顾清河女士上台祝词。感谢主办方的邀请，很荣幸能在这儿与各位顶尖的女性创业者们交流。曾经，很多人称呼我为裴太太，
他们讨论我的家事，甚至我生儿育女的计划，却唯独不关心顾清河是谁。但今天，我站在这里，是以顾氏集团掌权人的身份。我想告诉所有女性，我们从来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，我们有思想，有能力，更有打破偏见的勇气。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，自我价值才是。我曾是裴太太，但我永远是顾清河。顾总、沈董，都说豪门婆媳难相处，但二位却联手砸下100亿打造女性创业基地，请问是什么让你们的关系如此坚不可摧？谁说豪门只有婆媳斗争？是清河让我明白，女人不该为难女人，女人应该成就女人。裴氏与顾氏携手，我们要用商业力量赋能女性，让每一个有梦想的女孩都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女性的光芒无人可挡。清河，祝贺你！如果可以，我们还能……谢谢裴总的祝贺，不过迟来的玫瑰就像过期的承诺，连做点缀都不配。3年荒唐的婚姻，像是一场作茧自缚的蜕变。我曾为了一个男人收敛锋芒，委曲求全，最终换来的却是背叛与轻视。好在我扔掉了那枚困住我的婚戒，重新捡起了我自己。原来，女人最好的归宿，从来不是某段婚姻，而是内心的强大与自由。